男人只是在格斗场脱掉了帽衫，就把6连胜的拳王吓到阑尾抽筋，不仅告诉裁判自己放弃比赛，甚至连刚赢的10万奖金也拱手相让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拳王瑟瑟发抖？又是什么让男人不战而胜？原来男人不是别人，而是世界级重量型格斗冠军。由于在一次常规比赛中，他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怒气，竟在已经胜利的情况下，将自己的对手活活打死。这不仅导致男人毁掉了自己职业生涯，甚至令整个拳击界为之恐惧。虽然他轻松获得10万奖金，但也不是谁都能接受这个现实。随后男人走出格斗场，就被一名输钱的赌徒盯上，话不多说，直接一刀插入腰间。本以为男人会愤怒反抗，却被他一脸的享受感所震撼。显然如此不要命的气魄，让赌徒瞬间恢复理智，就连小刀都不要慌忙离开。随后男人打开后备箱，若无其事地寻找可处理伤口的胶布。这时远处一个叫翠花的女人走来，还说男人很会虚张声势，竟然可以不战而胜。此刻男人并不想搭理翠花，毕竟一刀下去属实有点疼痛。翠花见状赶忙问他需要帮忙吗？不料男人掏出一块胶布，让其帮忙搭把手。可翠花哪里见过这种骚操作，最终男人选择了自给自足。闲聊中男人得知，翠花是想招聘一名能打的酒保，给自己的酒馆保障安全，并且月薪2万美刀。显然这点小钱提不起男人兴趣，可翠花依旧抱有希望，并且给他留下联系方式，希望男人可以考虑一下。男人本着礼貌接下纸条，殊不知这将给男人带来更大麻烦。由于男人本就无家可归，只能独自与车为伴，有时还会遭受巡逻警的驱赶，常年如此也导致他不得不想着轻生，于是将车开进铁轨中央，以这种最暴力的方式离开世界。随着火车不断的鸣笛驱赶，他又瞬间清醒，赶忙发动汽车引擎，在火车撞上的瞬间移动半米。好在上帝老儿眷顾他，给了他一次再生的机会。第二天他便来到翠花给的地址，并找到翠花经营的酒馆。白天这里还算是正常人待的地方，可一到晚上就成了男人们的斗兽场，甚至连当地的警察都不敢管，并且上一任酒保是退役陆战队成员，也就上了2天班匆忙离职。可见这个地方有多乱。但对于男人来说，这简直就是自己度假生活圣地，还可以轻松躺赚2万美刀。很快一群机车党来到酒馆门口，他们刚进门就气势汹汹，不仅随意打砸驱赶顾客，甚至还打翻桌上酒瓶，宣示自己好像就是这里的王。起初男人并没有立马阻止，而是看了看翠花一眼。随着他们毫无理由的搞破坏，并且开始调戏美女店员时，男人这才缓缓起身，并让同事先去招待其他顾客，这里全部交给他来处理。Oh, who the fuck are you, Mr. Smiley? Mr. Smiley? Yeah. We had this idiot grin since I walked in. Honestly, it's probably the punching thing. Can I talk to you guys outside for a second? 显然他们并不惧怕男人，甚至还要给男人来个下马威。这时男人指着外面的摩托车，询问是不是他们的。Yeah, mine's a red one on the right. 得到确定的回答后，男人便缓缓向外走去，这也让他们感觉事情不妙，赶忙紧随男人身后。此时男人很有礼貌地告诉他们，最好每个人都上了医保，不然一会去医院得花不少钱，甚至还问了翠花附近医院情况。翠花表示只需25分钟就可到达，这让混混们感觉被羞辱。I just slapped you, you alright? What? 经过几个巴掌的回合，男人本想让其收手，并表示双方已打平了，还停止打斗，可混混还是依旧强硬，不肯就此罢休。男人也不再留情，直接将几人打倒在地，并给带头的混混来上几拳。就这么短短几分钟的时间，所有的小卡拉全部重伤。出于人道主义的善心，男人将他们全部送往医院救治。等他安排好一切后，准备离开。然而一旁的医生很是疑惑，于是追出门找到男人，想了解为什么突然多出这么多病人。男人也毫不避讳，直接告诉医生都是他打的。此时医生看见男人的腰上流血，表示可以帮他简单处理。殊不知男人英勇的举动，让医生很快就对他有了好感。等到第二天男人去上班，整个小镇的人都知道了他的名字。诧异的男人来到书店，想借用女孩家的电脑用用。显然女孩很乐意帮助小镇的英雄。正当男人打开电脑使用时，外面传来混混骚动的声音。女孩也是个见义勇为的少女，拿起棒球棍出门就想吓唬吓唬混混。显然胖子不会被一个女孩吓到。可当男人打开门查看，胖子看见男人就立马认怂。虽然女孩的行为很值得敬佩，但毕竟还是个弱女子，并不能真正解决小镇的问题。这也促使男人若有所思。紧接着男人回到酒馆，所有的同事都开始对他敬佩不已。虽然酒馆时常还会有打架斗殴，但是经过男人的指点，都已经不需要他亲自出手，服务员就可以将他们治得服服帖帖。在几天的工作中，男人不仅维护了酒馆的安全，甚至还无形中帮助了很多人。于是他也渐渐重新找到人生的目标，每天除了保持常规的身体训练，偶尔闲暇会去找女孩聊天。本以为美好的日子会渐行渐远，没想到晚上他独自回家，后面车辆竟加带有无状。还不等男人喘息，对方又急速刹车，加速倒了过来。此时车正好卡在桥边，里面的司机赶忙爬出车内，男人也顺势掉进河里，紧接着车也一并插入。还好男人并没有大碍，显然这起事故是精心策划。果然他刚走进小船，就发现混混端着枪等着他，并表示今晚只能是一场事故。此时男人并没有感到害怕，而是笑着询问混混一个问题 Why all the fuss? I mean, I'm just some guy. Oh, hell, it ain't you. It's the Roadhouse. 突然的出手让混混不知所措，甚至被男人一两下丢进水里。本想只是教训一下混混，可他忘了这水里还有只鳄鱼。正当他准备将其救上岸，却发现为时已晚。很快混混就成了鳄鱼的夜宵。第二天警察来打捞尸体，却怎么也没有发现任何踪迹。显然混混早就被吃得渣都不剩。此时老人询问男人，混混为什么半夜找他麻烦？男人对此也一无所知。于是老人猜测肯定与毒贩布兰特有关。得知此事的富商再也控制不住，当即就联系了前 UFC 冠军嘴炮康纳，要求他务必在短时间内解决此事。也因此一场大战即将开启。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，能让一个人在肾上腺素疯狂分泌的时候，还能很
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即使对手当面羞辱他，依旧能让自己丢下尊严不去做冲动的事。要知道，就在刚刚他被对方架着活生生爆打时，眼神中透露出的杀气，甚至都让殴打他的对手都胆寒。后面他的小弟前来帮忙后，他甚至还能挣脱大汗上去还击。可随着双方从酒吧内一下子斗殴，拂过的凉风让他强行控制住了自己的仇恨，最后还强迫让自己远离这处维持生计的酒吧。更可悲的是，他最狼狈的这一幕，还恰巧被他心爱的女孩看见。心灰意冷的他回到家中，简单处理了下自己的伤势，然后带着行李计划远离。但没走出多远，他就突然停下，顺着他震惊的目光看去，正对面的那家小店竟然遭遇了火灾。等他进去时，里面已经被焚烧殆尽。这里曾经是一家书店，负责经营的是一对质朴的父女。当时他第一次来到这处小岛时，其中的小女孩就对他非常热情，甚至在当初还免费送了他一本书。那时小女孩俏皮可爱的模样，此刻依旧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。That little girl and her father. Ambulance took him to the hospital. Now get out of there. 就当他陷入沉思时，突然大巴启动的声音打断了他。看着大巴渐渐远离，他想着自己不要去多管闲事，眼下最好的方式就是跟着大巴离开。可随着他的步伐，内心却越来越躁动，每走一步都似乎践踏在了自己的良心上。最终他再也放不下，决定开启复仇。造着道尔顿为了报仇找到了他的别墅，并仅仅只用了一拳就将他最得力的手下喉管打碎。I just broke the hyoid bone in your throat. Probably also collapsed your trachea. Either way, you won't be able to breathe anymore. 而这仅仅只是道尔顿复仇的开始。等到对方彻底死去之后，他先是将富豪亲信藏在了冰箱，接着悄悄做好可以引爆的炸弹，然后从码头顺了一架快艇，朝着目标富豪游艇就单刀赴会。可等他赶到船后，才得知眼前的富豪其实早有准备，不仅提前让嘴炮康奈赶来支援，而且还将道尔顿的女友囚禁在了船底。无奈之下，道尔顿只能提前引爆炸弹。爆炸过后，他强撑着让自己站起，眼下他脑中想的就是尽快解救女友。可此时其余人也开始从爆炸中清醒了。就这样颠颠撞撞，等他找到底舱入口时，底舱内已经大量进水，进入关押的房间大门更是紧锁。好在他的女友此刻也在自救，经过努力，好不容易他才将门撞开。结果就当他们汇合时，一名守卫却在此刻突然赶来。面对这场冲击，他们两人侥幸并未受伤，所以水流稳定后，他们急忙顺着窗口上浮。可随着他们浮出水面，刚刚的守卫却又再次出现，道尔顿只能上前应战，并一边搏斗一边让女友提前逃离。与此同时，驾驶快艇的康纳也从远处来到，情急之下，道尔顿急忙利用敌人的而另一边，他的女友好不容易上船，结果却恰巧遇到富豪。不过好在富豪想利用他做人质，所以并没有下杀手，只是带着他果断离开。眼下的道尔顿只能看在眼里在着急，因为嘴炮这个疯子竟然又开着快艇冲来。眼看快艇越靠越近，危机之中，道尔顿抓准时机一把抓住快艇，只是这一举动当场就被康纳发现。不过好在这货在阻止的时候底盘不稳，出现失误一下摔倒，这才让道尔顿顺势爬上了船。眼看康纳摆好架势想要大战一场，道尔顿急忙反攻一反手。随着道尔顿顺利取得控制权，他开始一路狂飙朝富豪追去，而此时的康纳勉强跟在后面，就只剩下喝海水。眼看道尔顿不要命的疯狂加速，前方的富豪也已察觉，于是他当场做出一个疯狂的决定，竟然调转方向，计划凭借快艇体积优势将道尔顿撞死。这一撞不仅让快艇后的康纳被抛飞，也让来到船上的道尔顿一时失去了战斗力。富豪看到后，当即把心一狠，朝着陆地的方向就开始撞去。女人立刻意识到了他的意图，为了营救道尔顿，她只能上前。虽然快艇被搅乱了方向，可此时的女人却陷入了危机。就当富豪要下死手时，道尔顿及时出现，在富豪不可置信的眼神中一脚将他踢飞。等到他再次起身时，一切都为时已晚，而身后的两人却在此刻快速从快艇上跳入海中。虽然两人侥幸逃过一劫，但战斗到此时还未结束。先前掉落海里的康纳此时还活着，他通过桥墩迅速攀爬，并一路爬上了大桥。这之后更是不要命的当场拦截了一辆汽车。另一边富豪也只是受了点伤，眼下正想着逃跑。而道尔顿为了确认，此刻也来到了岸上。可就当他小心翼翼搜查时，却没想到富豪竟然早早地受伤的富豪还想逃跑，但此时的道尔顿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？接下来所有的薪酬旧怨也都将一并奉还。道尔顿看着越是狼狈求饶的富豪，内心中越是想要弄死他。此刻的他眼神中有些恍惚，仿佛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就在眼前。当初女孩送给他的虽然只是一本书，可那是他人生中获得的第一份礼物。但就是眼前的富豪烧毁了小孩的书店，所以当时他就下定决心要为小孩复仇。可随着他再次上前准备终结富豪时，一便偷生。突如其来的一撞让道尔顿差一点没缓得过气，但此刻的他知道自己必须尽快起身，所以他强撑着让自己爬起。好在另一边的康纳也因为撞击车门被夹，而道尔顿则抓准时机急忙上前，想要尽量限制康纳不让他出来。只是经过一番绝力过后，还是让康纳通过击碎玻璃突破了僵持。伴随他一脚踢开车门，两人之间的战斗也正式展开。虽然道尔顿在电影中也是 UFC 自由搏击冠军，但体型上康纳稍微占据了优势，所以刚一交手，道尔顿就出现了劣势，被康纳一脚重重地撞向了后面的身体。为了弥补他利用身法将康纳摔倒，
可就当他想要乘胜追击时，却被康纳抓住了。截止到此时，双方等于打了个五五开。不过这引起了康纳的重视，他发现想要解决这个男人，只能用别的战斗方式。而另一边，道尔顿也产生了同样的想法。短暂停留过后，双方的战斗也进入白热化，谁都不敢在战斗中有所保留，开始以伤换伤为康。随着两人又一次分开，受了伤的康纳却仿佛开启了狂暴模式，不知道哪里爆发出的力量一转身抱回了击打，接着更是冲上去将道尔顿抱起砸向了身后，伴随他不断重拳出击。危机中的道尔顿急忙用掌钳制，可结果却又被康纳这头眼头砸中一口。This piano's out of tune. Sounds pretty good to me. 话音刚落，道尔顿急忙抓准时机，抱起康纳就用出了他最闪的武器，而这一下被摔也让康纳一时无法回应。只是他自己前面受的伤也在此刻反噬，所以强撑着赶快和康纳拉开距离。但还没走远就又吃了一拳，站稳后不服输的道尔顿当即回击，可此时的他已经是强弩生珠。为了能活下来，他决定用搏击中唯一能反败为胜的一招，抱住康纳后就迅速从后拿背，并在第一时间完成锁喉。面色发紫的康纳知道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，开始发了疯似的不顾一切找障碍物撞击，但道尔顿无论受到任何冲击，依旧死死的钳制着不肯放手。原本以为战斗到这里就会结束，可是康纳却在最后关头找到了转机，他抓起一根木刺就朝道尔顿拖去，也因为这根木刺让战斗又一次反转，先前占优的道尔顿立刻成了劣势，看着木刺越靠越近，他只能拼命抵抗。然而就在此时，这一次仿佛吸干了他的所有力量，先前的伤也在此刻突然变得很痛。随着他眼神逐渐开始迷离，康纳已经拿起了另一根木刺，也不知道是生命对活着的渴望，还是他意志的坚强。面对即将到来的最后一击，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量生生钳制住了康纳的手，接着无惧疼痛拔出原来那根尖刺，然后又顺势一把夺下另外一根尖刺。看着胜负已分，他并没有继续追击，但上了头的康纳随着康纳重重倒下，这场战斗也到了尾声。不得不说，杰克·吉伦哈尔的电影真的不错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